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如果有一天，当你的心跳停止，呼吸消失，你最害怕的是什么？是黑暗？是虚无？还是你将不再存在？我们在前面的影片中谈过，死亡不是终点。我们也谈过，地狱不是某个客观存在的地方。但如果死亡不是消失，那么死亡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人死后去哪里，而是当你熟悉的自己瓦解时，还剩下什么？这一集我们要从藏传佛学经典《西藏度亡经》来重新理解死亡，但它的重点并不是描绘死后世界的风景，也不是告诉你死后会遇到什么神。他真正关心的是一件更根本的事：当死亡来临时，你是否还认得自己？在前面2集，我们已经建立一个基础观点：死亡不是彻底消失，而是能量形式的改变。肉身作为3维世界的载具会消散，但意识不会凭空消失。然而，西藏度亡经带我们往前一步，它不再停留在存在是否延续的问题，而是问：当肉身瓦解，感官关闭，思绪停止，那个你以为的我开始松动时，意识会发生什么事？这部经并没有把死亡浪漫化，它甚至没有单纯安慰人说不用害怕。相反的，它极为冷静地指出，死亡是一次彻底的显影。你平时未曾面对的恐惧，你未曾整合的执着，你紧抓不放的小我认同，都会在那一刻被放大。换句话说，死亡不是一个外在审判，而是一面镜子。它让你看到的不是天堂或地狱，而是你自己的心。因此，这一集不会带你探索死后世界的奇观。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更核心的问题：如果死亡会让你的生前意识全面显影，那么现在的你是否真正了解自己是谁？当一切外在身份剥落之后，当名字、记忆、角色都暂时退场之后，还有没有一种存在，不依赖任何形式，却依然清醒？从这个角度看，死亡不再只是生命的终点议题，它变成了一个关于觉醒的问题。而西藏度亡经之所以重要，正因为它试图描述，在那个关键过渡时刻，意识如何显现，又如何迷失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从它的核心概念中因开始，一步一步拆解死亡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如果说第一段是重新定义死亡，那这一段我们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框架——中阴理论。在藏传佛学里，西藏度亡经把死亡视为一种过渡状态，而不是最终的结束。中阴原本意指两者之间的状态，在这里指的是意识从一种结构过渡到另一种结构的过程。它不是死后才发生，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。当你深层睡眠，当你深度冥想，甚至在平日专注做某件事时，你都在经历小中阴。这是一种意识暂时脱离固定小我结构的状态，为死亡的过渡提供了模型，也为我们在理解生命时提供了线索。西藏度亡经将中阴分为3个层次。第一层，本初光明显现。当旧有的小我结构瓦解，意识会呈现最纯粹的基础光明。这是一种未被形象、角色或故事污染的纯粹觉性，它是真实自性的展现，是你平时不易觉察的本质。第二层，心识投影展开。在光明显现之后，心识开始投射出各种影像与情境。这些影像不是外在世界，而是你内在未整合的记忆、情绪或恐惧的映射。就像在梦中，心识会用熟悉的元素编织故事，在死亡的中阴之中，这些影像更为强烈且明确。第3层，业力牵引再聚合。接下来，意识会被自身的习性、倾向与执着牵引，
开始聚合成下一世的潜在模式。这不是命运的审判，而是能量的自然重组，灵魂蓝图的延续，为下一次显化肉身做准备。从这3个层次可以看出，西藏度王经试图说明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意识结构瓦解的过渡期。换言之，死亡的核心并非外在肉身消亡，而是意识在最后时刻展现其真实运作的样态。这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前面提过的观念，死亡不是恐怖的未知，而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你平时未觉察的内在意识结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过渡状态并不只存在于死亡当下，每一次深度睡眠，每一次进入无梦的安稳睡眠，都是小中阴的练习。Delta 脑波启动，思绪暂停，小我结构松动，意识短暂回到本初状态，与神性本源连结。这也是为什么深度睡眠会被称为灵魂在充电，让灵魂得以在3维世界的束缚中短暂自由。换句话说，中阴不仅解释死亡，也提醒我们，平时意识的松动、觉察与临在，对于死亡时能否认出本初光明有直接的影响。简单总结这一段，死亡不是结束，它是意识从固定小我到纯粹本初光明的过渡。中阴是这个过渡期的操作说明书，告诉我们意识如何瓦解、投影、再聚合。在下一段，我们将把视角拉到最高层。临终时显现的本初光明，是整个中阴过程中最核心、最精华的体验。如果说前一段我们探讨了死亡的中阴结构，那这一段我们要将视角拉到整个过渡过程的核心——本初光明。在藏传佛学中，本初光明是临终时显现的纯粹觉性，它不是外在神奇的审判，也不是天堂或地狱的景象，而是你内在意识的本质，那份不依赖任何身体、角色或故事的存在。这份光明从未离开你，它一直都在，只是平时被小我、情绪、记忆与执着遮蔽。而死亡时，这些层层遮蔽将逐一瓦解，光明如晨曦般穿透，显现出意识的纯粹本质。我们可以借用《六祖坛经》里的一句话作为理解，那就是本自清净。你的真实本性，本自清净，不需要学习，不需要累积，也不需要外求。死亡只是揭开了覆盖在你意识上的幻影，让你短暂地、清晰地看到自己原本的样子。这段光明的显现，也可以理解为意识最终的反照。它不是被动的，亦非外力加诸，而是你平时熟悉觉察、练习松动小我、整合情绪、临在于当下所累积的熟悉度，在临终时自然启动。换句话说，本初光明既是临终的礼物，也是生前的练习成果。如果你平时不熟悉觉察与临在，恐惧和执着未整合，临终时显现的光明可能会让你短暂迷失。如果你平时已经在冥想、关照、放下与觉察中练习，光明会像灵魂回家一般自然被认出。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也是本集的核心。当小我瓦解，你是否还认得那份纯粹的觉知？换言之，死亡不是对外在世界的挑战，而是对觉察真我的考验。当所有身份、角色、记忆暂时退场，你还能认出那个最真实的真我吗？这不是哲学的抽象命题，它与我们每一次深度睡眠、每一次冥想、每一次无我经验的实践息息相关。你熟悉自己的纯粹意识吗？你愿意在平日练习去认得它吗？因为死亡只是一个加速器，把你平时练习的熟悉度放大到极致。我们也可以从科学角度做类比，在深度睡眠时 ，Delta 脑波占据主导，思绪暂停，小我暂时瓦解，
意识回到与神性本源短暂的合一状态。这正是小中阴的体验，也是一种微型的本初光明。生前多次练习，临终时自然不陌生，未曾熟悉，临终就像突然掉入黑暗，需要适应。本初光明的显现还有一个特点，它不是静态的光，而是意识本身的活动。纯粹觉知，不被时间捆绑，在这一刻，意识不再依附过去与未来，也不再依附小我形象，它只是清楚地、全然的存在 being。所以这一段的重点是临终时本初光明显现，它是你的意识本质，不是外在神奇，它是你平日练习觉察、临在、整合的成果，它是自性本净、完全清明的存在。死亡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可怕，恐惧、迷失与痛苦只存在于对自己本体的不熟悉之中。当我们真正认得这份光明，当我们在生前就开始熟悉它，死亡不再是威胁或未知，而是一种自然必然的觉醒延伸。下一段，我们将从这份觉知回到日常意识，探讨心识如何在死亡过渡中投影出地狱与神奇。揭示恐惧只是意识未整合的反射。再上一段，我们谈到本初光明，也就是临终时显现的纯粹觉性。它是意识的本质，不依赖任何外在形式。但随着意识过渡，中阴的下一个层面就出现了投影的现象。恐惧、执着与未整合的小我会在意识中被放大、具象化。西藏度王经告诉我们，罪业本空，由心造，心若灭，十罪亦亡。那些看似神奇的形象，愤怒尊、寂静尊，并不是外在审判者，他们只是你的内在心识能量的映射。当你的心识中仍有恐惧、愧疚、执着，这些低频能量就会以极具象化的方式出现，形成你所认知的地狱。换句话说，地狱不是一个客观的地方，它不是神用来惩罚的地方，它是内在频率的显影，是一时的镜子。你平时的恐惧、焦虑、未整合的情绪，在死亡过渡时被放大、具象化成具体幻象，庞福地狱真实存在。这就与本频道之前讨论过的观点自然呼应。地狱不存在于某个宇宙角落，它只存在于你的心识之中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观点陈述，而是有佛学经典支持的理论模型。中阴过渡、本初光明显现以及投影显影的机制。更进一步说，这些投影的形成有其内在规律。第一，恐惧被放大。平时你可能压抑或忽视的恐惧，在死亡中被凸显，意识会让你直接面对它。第二，执着被具象化。对权力、金钱、情感、身份的执着，在中阴之中会以具体形式显现，让你看见自己未放下的部分。第三，小我未整合的部分形成幻境，平日忽略或未整合的性格、情绪、信念，在死亡过渡中会凝结成幻境，仿佛你身处于某个环境或空间，其实那一切都是你内在意识的投射。换句话说，所谓的地狱经验，其实是你意识的投影在中阴之中被放大呈现。恐惧与执着不再隐藏，你被迫与自己未整合的部分正面相遇。这也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启示：生前熟悉自己，整合情绪，练习觉察与放下，能减少临终时投影幻象的强度。反之，若平日未曾觉察与整合，意识过渡时可能会感到恐惧与混乱。这并非因为死亡本身危险，而是因为你还不熟悉自己的内在光明。最后总结这段：第一，愤怒尊、寂静尊不是外在审判者；第二，地狱不是客观空间，而是心识投影的结果；第三，
恐惧与执着被放大，为整合小我形成幻境。在下一段，我们将把焦点回到生前的实践，如何熟悉这份光明，整合意识，让死亡过渡不再令人恐惧，而是一次自然安定的延续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从死亡的本质、意识中因过渡，再到本初光明以及心识投影的幻境机制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解框架。这一切的核心不在于死后会发生什么，而在于你平时是否熟悉自己本来的状态。藏传佛学真正强调的是生前的熟悉度，不是死后的景象，也不是神奇的审判。每一次冥想都是让小我短暂松动，与本初光明接触的练习。每一次放下小我执着，都是在拆除覆盖在意识上的障碍，让死亡过渡时不会被幻想迷惑。每一次情绪整合，觉察未解的恐惧或焦虑，都是在为中阴过渡做准备。甚至每一次进入深度睡眠，你进入 Delta 波主导的脑波状态，小我暂时瓦解，意识短暂回归神性本源，都是在练习认出真正的真我。换句话说，死亡不是一场未知的考验，它不是突然来袭的终结，而是一个自然延伸。如果你平时熟悉临在与整合，临终时的光明与意识显影，你会自然而然认得，死亡只是你平时练习的放大镜，把日常中你练习过的觉知、临在与整合，在最后时刻完整呈现。所以，藏传佛学提醒我们，生命的重点不在结束，而是过程。你对自己意识的熟悉度，就是死亡过渡的准备。练习临在，觉察真我，放下执着，这些都是在生前可以完成的功课，而不是死后临时补救的试卷。如果你现在活得清明，死亡就不会陌生。你不再害怕消失，也不再受困于幻想。它只是一个自然的延伸，你的意识平稳地流回本初光明，延续灵魂的觉醒之旅。这也是本集要传达的核心讯息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觉醒的一部分，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你生前熟悉的自我。掌握这份熟悉度，你就能以平静、清明的态度面对生命的每一个时刻，包括最后的过渡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